章鱼为什么像外星生命？假设有一天，人类真的在外星海洋里发现智慧生命，它没有骨头，拥有3颗心脏、蓝色血液、8条能够独立探索环境的手臂，它可以在几秒内改变皮肤的颜色、花纹，甚至表面形状。它能穿过比自己身体小得多的缝隙，也能打开容器，破解障碍，记住曾经遇过的人。我们大概会认为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外星生物，但这种生命早已存在，它就生活在地球的海洋里。它是章鱼。欢迎进入地球异种局。本次调查目标：章鱼。机密等级：高度异常。我们今天要调查的不是章鱼到底有多聪明，而是另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问题：为什么章鱼明明诞生在地球，却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必须先从它的身体开始。人类的身体依靠骨骼维持形状，但章鱼没有骨头，没有外壳，也没有固定的身体轮廓。除了坚硬的嘴部之外，它身体的大部分都柔软而富有弹性。这代表，只要它的嘴能穿过一个洞，身体通常也有机会跟住挤过去。对人类而言，身体是一个结构固定的容器，但对章鱼而言，身体更像一团可以随时重新塑形的活体物质。它能把自己压扁，藏进岩石裂缝，也能收缩身体，在狭窄空间中移动。8条手臂没有关节限制，几乎能朝任何方向弯曲、扭转和伸展。但是，真正让章鱼显得不像地球生物的，还不是这副柔软的身体，而是它控制身体的方法。人类的大部分神经处理都集中在脑部，大脑发出指令，神经将命令送到四肢，手脚再依照命令行动。章鱼的系统却不完全一样，它的大量神经元分布在8条腕足之中，每条腕足都拥有密集的神经网络，可以接收触觉与化学讯息，并在局部处理复杂动作。换句话说，章鱼不是单纯用一个中央大脑逐一控制每一条手臂，它更像是拥有一个中央指挥系统，以及8个高度自主的行动单位。当一条腕足探索洞穴时，其他腕足可能正在固定身体、翻动石块或寻找食物。中央大脑不需要详细规定每一个吸盘该往哪里移动，它只要决定整体目标，剩下的部分可以交给腕足自行协调。这不是8个完全独立的大脑，但它确实是一种和人类截然不同的分散式神经系统。而且，章鱼的吸盘不只会吸附，它们还能感觉触碰，并侦测接触到的化学物质。对章鱼来说，用手触摸一件东西，也可能同时是在品尝它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手指每碰到一张桌子、一块石头或一只猎物，都能直接尝到它的化学味道，你所感受到的世界将与现在完全不同。然而，章鱼最著名的能力仍然是伪装。它的皮肤内分布住大量色素细胞，透过神经控制，这些细胞能迅速展开或收缩，改变皮肤呈现的颜色与图案。但变色只是第一层，章鱼还能控制皮肤上的小型肌肉结构，让表面从平滑变得凹凸不平。前一秒，它可能还是一只轮廓清楚的动物，下一秒，它就能模仿岩石、沙地、珊瑚或海藻。真正高明的伪装，不只是让颜色相似，还要破坏身体轮廓，配合环境纹理，甚至调整姿势与移动方式。有些章鱼更进一步，它们不只是躲进背景，而是模仿其他海洋生物的外形和行动。这已经不像一般的保护色，更像是一套直接由神经系统控制的即时视觉特效。而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的矛盾，许多章鱼本身的色觉可能不像人类一样丰富，但它们仍然能制造出极其精准的伪装效果。科学家仍在研究它们究竟如何整合亮度、偏振光、皮肤感光以及环境讯息。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只会变色的动物，而是一个仍未完全解开的生物影像系统。章鱼的内部同样不寻常，它拥有3颗心脏，其中2颗负责将血液送往鳃部，让血液取得氧气，另一颗则将含氧血液送往全身。它的血液也不是红色，而是偏蓝色，因为人类主要利用含铁的血红蛋白运送氧气，章鱼则主要依靠含铜的血蓝蛋白。在低温、低氧的海洋环境中，这套系统具有自身的适应价值。3颗心脏、蓝色血液、没有骨头，加上遍布腕足的神经，光是解剖结构，章鱼就像一套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生命设计。不过，外形怪异并不等于智慧，真正让科学家着迷的是章鱼的行为。章鱼可以学习如何解决问题，
有些个体能打开容器，绕过障碍，也会利用环境中的物体保护自己。它们会探索陌生物品，记住经验，并根据情况改变策略。在人工饲养环境中，章鱼甚至以逃脱能力闻名。它们可能打开水箱盖，穿过管线，进入另一个空间，再循原路返回。这些行为不能简化成一句章鱼和人类一样聪明。章鱼的智慧不是人类智慧的缩小版本，它是从完全不同的身体、感官与演化历史中形成的认知方式。人类以双手操作工具，以语言累积知识，并生活在高度社会化的群体中。许多章鱼则大多独自生活，寿命相对短暂，也没有像人类一样的世代教育系统，但它们仍然演化出复杂的学习、探索与问题解决能力。这正是章鱼最接近外星生命的地方，不是它的外形，而是它证明了智慧不只存在一种设计方案。在人类与其他脊椎动物的演化道路之外，生命曾在另一条遥远的支线上独立建立出复杂的神经系统。章鱼的祖先属于软体动物，从演化关系来看，它们与蛤蜊、蜗牛的距离远比与人类更接近。但就在这条看似不可能通往高阶认知的路线上，头足类发展出巨大的神经系统、复杂眼睛、精密皮肤以及灵活的行为。这就像生命使用完全不同的零件，再次尝试制造智慧。章鱼基因研究也揭示了大量与神经系统、皮肤和吸盘等特殊构造有关的基因创新。头足类还展现出广泛的核糖核酸编辑现象。简单来说，基因中的讯息被转录之后，细胞仍有机会调整部分核糖核酸内容，影响最后制造出的蛋白质。但是，这不代表章鱼能够随意改写自己的基因，更不能证明它来自外太空。网络上曾经流传所谓科学家证实章鱼是外星生物的说法，目前没有可靠证据支持这项结论。章鱼的基因虽然特殊，仍然清楚地属于地球生命的演化系统。它不是从宇宙坠落的访客，它真正带来的震撼反而更加深刻。章鱼告诉我们，地球本身就有能力创造出近乎外星的生命，我们不需要飞往遥远星球才能遇见另一种形式的智慧。在海面之下，一种没有骨头、以蓝色血液为生、把部分神经运算分散到8条手臂中的动物，早已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感受世界。人类习惯以自己的身体与大脑作为标准，想象智慧应该长什么样子。但如果未来某一天，我们真的在其他星球发现生命，它可能没有脸，没有骨骼，没有中央集中的大脑，它的思想甚至可能分布在整个身体之中。到了那一天，章鱼或许会成为我们理解外星智慧的重要参照，因为它让我们提前看见了一件事：生命不必像人类，也能观察、学习、判断并解决问题。所以，章鱼为什么像外星生命？不是因为它真的来自外星，而是因为它提醒我们，在这颗自以为熟悉的星球上，还存在着一种几乎完全陌生的智慧。本次一种调查完成，但章鱼的机密仍未完全解封。这里是地球异种局，下一份档案，我们继续调查。